集，天下莫不知玄吉令，如今天下七分，当以大东帝室为尊。威烈帝建国至今已是100年，因有玄吉令制衡6州，各诸侯国安守本分。随着玄吉令遗失消息不胫而走，太子景琰匆忙入宫面圣，纯喜帝立时发诏，6州各王奉诏全力遍寻。而在江湖之中，闻名遐迩的饮泉水榭，同样也在不动声色地搜集各方情报，并且第一时间呈给主子黑风息，暗中调查背后缘由。正因玄吉令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，天下英雄莫不想得，以登至尊。而眼下帝室本就是危，6州不臣之心渐起，其中当属雍州王野心最大。各方势力与之斡旋，奈何查无踪迹，直至1个月后，玄吉令落入燕瀛州之手。冀州世子黄巢闻讯大喜，命令将军萧雪空速速派兵赶去支援。殊不知，此时的轩山脚下，一名黑衣男子惨遭追杀，而他正是冀州4将之一，名震6州的烈风将军燕瀛州。途径之路早已设下埋伏，即便燕瀛州武功高强，终究是双拳难敌4手，是已过不得多久。2次重创令他力竭不支，身陷围杀险境。关键时刻，白风息现身带走燕瀛州，随后安置在轩山北峰的一处山洞。之所以白风息肯出手相救，全因燕瀛州心怀大义，3年前为保护长风城百姓，宁愿承受既往责罚，也要执意率领大军将商州军歼灭于城北的裂风口。如此一来，白风息对燕瀛州产生了极好印象，并且愿意为他前往韩家取药。恰巧黑风息收到韩家请柬，立刻动身出发。众所周知，韩家虽是位列武林世家，但并非凭借绝顶武技，而是以家传灵药享誉江湖，常见于外伤灵药紫府散以及解毒圣品佛心丹。江湖中人皆是刀尖舔血，受伤中毒之事常有，因此韩家的灵丹妙药对于他们是极度渴求。只不过韩家药属于独门秘制，绝不会轻易外赠，是以韩家人武功不算高，可大家都对此礼让3分。时逢韩家之主韩玄龄的60大寿，宅前车马不绝，园中宴开百席，城内名流乡绅慕名而来，即便是其他国的江湖豪杰也都纷纷拜访祝寿。宾主尽欢之时，忽然一道清亮声音响起，盖过了园中所有喧哗。宾客们循声望去，便见屋顶之上，白风息斜倚屋檐而坐，一脸明灿的笑容看向韩玄龄，开门见山地索要灵丹，口气悠闲，仿若向老友介绍言一般简单。反观韩玄龄面色不愉，护着身旁幼子韩普，到后来是气急败坏的瞪目怒骂，只言片语透露出2人之间的过节。白风息向来龙神见首不见尾，常有强取韩家灵药之事发生，所以与韩玄龄结下了恩怨。偏他武艺高强，在韩家来去自如，韩玄龄实在无计可施，但是今日在场豪杰不少，他便有了几分勇气，敢与白风息叫板。果然，现场已有人为韩玄龄打抱不平，瞧着白风息一介女流，年纪尚轻，想来功力高不到哪儿去。数人不约而同向白风息袭去，手中兵器寒光闪闪，直刺要害。一时间园中人影纷飞，好不热闹，可白风息依旧是意态从容，3两下便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戏谑之中夹着一些人的痛呼声、碗盘摔碎声、桌椅断裂声。不过片刻，园中已是一片狼藉，而最为狼狈的，莫过于那些围攻白风息的众英豪。黑风息站在门外，不急于进去，等到时间差不多，这才让门卫通报。韩玄龄看见黑风息到访，如获大赦的松了口气，急忙上前相迎。至于白风息口中的狐狸黑风息，便是以人王之名，游刃有余地化解了2方恩怨。几句话先是代替白西风向韩玄龄道歉赔钱，紧接又平息了其他人的怨气。韩玄龄久闻外界戏称2人是黑风白息，也不想贸然得罪黑风息，干脆做了个顺水人情。离开韩家之后，白风息待要回了山洞，怎知燕瀛州不辞而别。与此同时，黑风息宴请众客，防止他们去找白风息的麻烦，是从任川宇和钟离一致认定自家公子动了心。黑风息得知燕瀛州失踪，
猜测他是不愿拖累白风夕，但以白风夕好管闲事的性子，今晚注定难以避免一场恶战。正如黑风夕所料，白风夕在密林寻得燕瀛洲，服过佛心丹，暂且让他压制毒素。奈何还未有多余时间喘息，危机已然逼近，两人同时往后掠去，堪堪避过攻击，一个白绫飞出，一个长剑刺去，迎向那群从空而降的黑衣人。对方都是1等1的高手，不比白日所遇那般良莠不齐。这群人里时有4个围向燕瀛洲，另外6人则缠向风夕。白风夕和燕瀛洲并肩作战，杀出重围，可惜稍显吃力。黑衣人偷袭燕瀛洲，使得包袱里的玄极令掉出，白风夕下意识伸手接住，结果竟因此中毒。燕瀛洲急忙封住白风夕的穴道，同时留下4颗佛心丹给他，尽管不能解毒，至少可以延缓毒发。为了能让白风夕活命，燕瀛洲独自出去引开黑衣人，临走之前恳请他将刀转交给世子皇朝。由于白风夕的穴道已封，自是无法阻止燕瀛洲，眼睁睁看着他离开山洞，内心难过不已。而在另一边，侍从孙嗣奉命拦住准备上山的众人，避免了他们与白风夕正面相遇。白风夕醒来寻找燕瀛洲，惨遭断魂门合围，幸好危机关头，黑风夕及时救走白风夕，不仅亲自为他疗伤，并以玉雪莲做药引，然而白风夕却并不领情。至于白风夕以命相护的银刀，里面暗藏一枚玄极令，可在黑风夕看来，此令是仿照而至。燕瀛洲乃是4将军之首，世子皇朝一向惜才，必然不会让他为此丧命。如今抛出假的玄极令，目的是为引天下英豪丧命，如此幕后之人渔翁得利，